穿上一件破旧的长衫，径直来到路镇酒店，叫来伙计问2碗酒，一点回想头就问大姐。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阳光开朗孔乙己》，是 B 站一个叫鬼山哥的 UP 主改编的一首鬼畜歌曲。骆驼祥子之所以死，是因为他拉车不够努力，陆巡的每一篇文章都碰了不能碰的话题。这首歌啊，最近在内地的互联网上火了，1天之内啊，播放量达到了400万。紧接着，有关部门就紧急出动，把这首歌给封杀下架了。阳光开朗孔乙己，他哪里出的问题？只问我服不服气？阳光开朗孔乙己。要我说啊，有关部门的这个决策非常及时正确。你听听这首歌的歌词：骆驼祥子不够努力，陈胜吴广不能脚踏实地。你开着兰博基尼，你却笑我不够努力。我劳动力扔水里，我也不贱卖给你。你听听，多反动啊！就差喊一嗓子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了。这种歌如果要是在社会上广泛传唱，那这个社会要乱呐，政权要不稳呐。你们看这个歌的弹幕，那人民群众的情绪一点就着啊！现在啊，而在点燃人民群众情绪的过程中，这种歌曲的感染力啊是最强的，所以绝对不能让它流传，必须掐死在摇篮里。这万恶的旧社会为什么会没有劳动法？我们寻常百姓的尊严为何会轻易被肉食者践踏？这些离谱的故事与遭遇，现在也没人敢回答。最后时刻们目光一向我，问我你为何一点也不怕？我笑着说，因为我是阳光开朗孔乙己。阳光开朗。这首歌的作者啊叫鬼山哥，有人说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这是 B 站的一个 UP 主，有30多万的粉丝。但是呢，据他自己讲啊，他平时的主业呀，并不是在这个做鬼畜歌曲。虽然他是 B 站的鬼畜音乐区一个比较活跃的 UP 主，这个 B 站的鬼畜音乐区啊，都是一帮年轻人。平时呢，遇到社会上有什么热点问题，他们就开始改编歌词，然后呢，用自己用那流行的歌曲来传唱。这鬼山哥过去也是逮着什么改编什么。前几年他改编过一首歌曲叫《金银》，也被禁了。然后其他的有人讲啊，他也是什么都改编，也改编过那种正能量的，反正只要是有热点他就改编嘛。但他自己讲啊，做这个鬼畜音乐不是他的主业，因为靠主业他活不下去。据他自己讲，他这个400万点击量的这么一个鬼畜音乐啊，最终的收益到自己手里还不到3000块钱，而平时他一个月能收入的数量呢，大概就只有1000块钱左右，因为他也不能带货，也没有广告商找他。所以他平时主要做什么呢？他做送外卖。但他自己讲，3月17号这一天呢，因为他送外卖的过程中呢，他把人汽车给刮了，人家汽车让他赔了3000块钱刮漆的钱，就补漆的钱。他一气之下呢，就又回来想要继续唱这个鬼畜歌曲。没想到啊，这个过程中间他还阳了，身体还不好，所以非常苦闷，于是写了这首阳光开朗孔乙己。那么他为什么会想到写孔乙己呢？或者说他写了这个孔乙己，为什么孔乙己这首歌一夜之间会传遍大江南北呢？这话说的有点远啊，咱们慢慢来讲。话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在微博上有一个年轻人，他名字叫做失意书生，他写了一个帖子，他说啊，学历啊，一方面是敲门砖，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把他自己架上高台的这么一个这个工具吧，甚至可以说是那个孔乙己身上脱不下来的长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受了教育之后啊，一方面发现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间非常难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他可能自己又看不上了，放不下这个身段去做了。我想啊，这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现在的共同想法。因为你上了大学嘛，总希望能够从事白领工作，总不希望自己去建筑工地重新去搬砖去吧。如果你没上过大学，好像你做保姆啊、搬砖呢，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但你读了一个大学，你毕业之后再去搬砖，你自己就很难说服自己，对吧？那你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呢？肯定是希望自己能从事一个白领的工作，更有可能性的工作，而不是从事这种简单的体力劳动。所以这个失意书生啊，
就感叹自己因为受到了高等教育之后啊，反而限制了自己很多就业的途径。应该说，他这个帖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一夜之间呢，许多人都纷纷来点赞、来讨论，孔乙己文学就一下子冲上了热搜。据说1天之内的阅读量啊，达到了1个亿。我觉得这也反映出现在年轻人啊，确实不好找工作这种苦闷的现实。这一转眼啊，就到了3月份。3月16号的时候，央视网啊发了一篇评论，就说那意思啊，就不要让孔乙己的长衫呢束缚到我们年轻人的这种热情。文章写的总体来讲还比较温和啊，因为现在呢，这大学生毕业的数量确实非常多，一年差不多有1000万啊。你想想，这1000万大学毕业生涌进就业市场，如果大家都想做白领的工作，哪有那么多岗位啊？那么必定也有一部分人受了大学教育的人，可能不得不去做蓝领的工作。所以他这篇文章就倡导这些年轻人不要被孔乙己的长衫束缚住自己。但是这篇文章他发到网上的时候加了一个编者案，这编者案里的核心意思就讲啊，说这个孔乙己啊，之所以这个生活的不好啊，就是因为他脱不下这个长衫。但是这句话说白了，一下子惹恼了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有些话自己说和别人教导我们说，心态是不一样的。就是年轻人自己讲，这孔乙己的长衫可能束缚了我们，可能大家都有自嘲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一个官媒说训导这年轻人说，你们就是因为脱不下这个长衫，这个让人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嘛。就在同一天，这共青团中央也发了一个文章，这共青团的文章的话就更不好听了。他说是孔乙己过得不好啊，主要是因为好吃懒做，还偷东西，那就年轻人就更不干了，是吧？很多人就在团中央的这个帖子下面，跟团中央的这个小编就干起来了。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团中央的这个微博都是包出去的，就是外面的一些公司来弄的。这小编也没啥水平，就在那跟网友还怼起来了。那网友就说：“你既然说这种体力劳动非常好，那你去干环卫工人呢？”那小编就说：“我没觉得环卫工人不好，那环卫工人不好，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为什么非得要干这个工作呢？你知道你这个工作其实有多少人想干，干不了吗？难道你不觉得你这个工作就是凭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吗？”这小编最后吓得把这些评论都给删了。那为什么央视网啊，也包括团中央会发这样的帖子呢？我猜啊，肯定是跟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难有关。我们刚才讲了啊，现在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有1000万，到明年据说是有1100万。你想想，这么多年轻人涌进市场，肯定面临就业难、择业难啊。再加上这2年疫情的因素啊，肯定是就业市场就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啊，这些部门就希望这年轻人放下身段，你不要老盯着那些白领工作，你可以干蓝领的工作啊。所以央视网还搞了一些什么年轻人、大学生创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迹啊。一个20出头的女生靠创业收破烂，月入5位数，并且实现了财富自由。那最近啊，这个河南郑州大学的95后毕业生是火了。那么大学生创业啊，为何会选择收破烂？有什么不一样呢？根据当事人黄女士介绍，她2018年毕业之后换了3、4份工作，因不想再重复机械性的工作，开始创业收破烂。目前采用传统的线下上门回收方式，有时候也会通过短视频运营。来撒2个签子啊！好的，美女，下个就是你了，帅哥啊！微辣还是多辣？支付宝2590。2590是吗？9184。今天礼拜天收入还是可观的，像礼拜5、礼拜6、礼拜天的话，收入会高一点。大概也都是在9000多块钱左右。做梦都没想到呀，以前。日入9000呢？那你想想，日入9000什么概念？你刨掉成本，1个月挣10几万，一年就挣100万呢。其实用这样的典型，就希望就是年轻人，你看你不要光盯着那种白领工作，你看人家去网上去做外卖，人家1个月人挣这么多钱呢。结果呢，很多年轻人就不干了，就说你日入9000是真的吗？别是假的吧？如果日入9000，你交税了吗？还有人给他精算，如果日入9000的话，你平均每1分钟都得做一单，怎么可能，是吧？应该说，央视平时做这种报道也是以假大空为主，
当他们为了这个主题报道服务的时候，就故意找的这样的一些对象。其实这里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就是个例不等于普遍的例子。就是这个人去做外卖啊，他日入9000，你去做试试，你可能90都不一定能做得到。你要是如果把个例当做普范的来指导的话，经常会犯这种错误。就像我经常说的，中彩票可以发财，但买彩票会破产。你不信你试试，你坚持买彩票，你越努力你越破产。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时候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你看别人成功了，你以为你按照这个方式就可以成功，其实不是，他成功的方式不是你看到的，而是另有原因。我确实是投了非常非常多的简历，然后其实也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因为我年前就已经开始送外卖了，然后最近外卖淡季，闪送完全没单，美团和饿了么也全靠手速抢单。前几天有一个新京报的记者还来采访我，他也看见我完全抢不到单，然后我之前是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吧。我也的确投了很多简历。今天下午看见我老家青城山还在招出家道士，结果一点进去一看，也不要35岁以上的。开句玩笑说，其实我的专业还蛮对口的，因为我是中国哲学方向，刚好是研究道家道教的。不信大家可以看我的毕业论文和学位学历证书，这是我的毕业论文，还有我的硕士学位证书，还有毕业证，确实是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的。有很多人说我没放下身段，其实我已经很配合，我已经投了非常多的简历了，甚至我还投了应聘实习生的一些，然后也没有应聘上，你们信吗？就是那种2000块钱的实习生的岗位。瞧瞧，把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生逼得去应聘道士，最后都没应聘上。你说这社会上真的难找工作，是因为这些年轻人舍不得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吗？显然不是，还要他们怎么样啊？是吧？连道士都想去干了，连实习生都想去干了，结果也没应聘上啊。所以啊，现在的就业难，其实本质的原因可能还真就不是所谓年轻人不愿意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阳光开朗，孔乙己，劳动力掉进河里，我也不便宜卖你。阳光开朗，孔乙己，阳光开朗，孔乙己，你开着兰博基尼，却笑我不够努力。阳光开朗，孔乙己。就是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讴歌重庆有一个棒棒，几十年如一日好像搬运那个工作结果就在拍的那个画面过程中间，对面开过来一辆兰博基尼，弹幕市场立刻大家都说了，太可笑了，说是劳动者的努力向左，开兰博基尼的向右，真实的反映出这个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其实大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普通人的努力你未见得能够获得足够的尊重，也不一定能获得成功，而有些人根本不需要努力，他们就可以躺赢。这就像有一些人在评论的中间说的是，就是猪再努力，挽起袖子加油干，最终也会避免不了被吃的命运，是不是啊？因为你是猪，你的命运早就被注定了。所以其实公众的怨气在这里跟央视跟官媒跟共青团中央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对立。就在这种背景下，这鬼山歌改编了《阳光开朗孔乙己》这首歌，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就一定会想头就问大钱，我说这知乎这也惹来嘲笑，不知不觉涨红了脸，你怎么这样污我的清白？和口诀与他们继续争辩，骆驼祥子之所以死，是因为他拉扯不够努力，陆巡的每一篇文章都碰。为什么孔乙己这样的一个形象现在会成为这么一个官民对立的工具呢？最新的这个显示这孔乙己好像在网上已经被封杀了。孔乙己这篇小说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在高中的时候都读过，但我们当年读的孔乙己那个小说的时候是控诉的那个旧社会，但反过来现在孔乙己这样一个控诉旧社会的旧式文人的形象，在新社会里头却成了被封杀的对象，可笑吧？
荒诞吧？其实社会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荒诞。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个人想了几个方面的原因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中国共产党啊，它由这种革命者的叙事逻辑改成了统治者的叙事逻辑之后啊，你会发现，它过去所有为了革命者叙事逻辑的那些文化遗产，在现如今全部变成了负资产。我们小时候天天学什么？学陈胜吴广，学骆驼祥子，学鲁迅的《祝福》，学鲁迅的《孔乙己》，学鲁迅的《狂人日记》。但是现在你再去看鲁迅的《狂人日记》，再看鲁迅的《孔乙己》，你会发现啊，鲁迅的文章仿佛不是100年前写的，像是100天之前写的，是不是啊？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头讲了，说我仔细看这个社会啊，最后呢文字里头就只有2个字，就是吃人。这话是不是现在你读起来也非常有共鸣啊？那孔乙己啊，那个现状啊，之所以年轻人引起共鸣，就是当年鲁迅控诉的那个旧社会，在今天的社会又一模一样重现了。那么当年的这些知识分子要投向旧社会的匕首，当他们拿着这个匕首准备挥舞指向今天的新社会的时候，却被封杀了。这就是历史的荒诞之处啊！我们当年学的课文里头，每天背诵、默写、讴歌的那些文学作品，都成了被封杀的对象。其实别说这些文学作品了，就是鲁迅本人，他要活到今天会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1957年的时候，老毛去上海，结果跟那个一个叫罗纪南的人在一起聊天，罗纪南就问他，当时就是问说，假如鲁迅要是活到今天的话，您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老毛当时特别爽快说他要么他就在监狱里头继续写，他要么就给我闭嘴。当时这段话说完之后，现场的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吓得都不敢吭声了。其实啊，我想啊，老毛说的是句真话，就鲁迅在旧社会啊批判的那个旧社会的那样的那种姿态啊，到了新社会哪还有他的活路啊？你想想那反右、文革啊，还有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就以鲁迅的那样那种为人处事的方式，是吧？不妥协的精神，早把他弄死了。再假如果鲁迅老毛的时候没弄死他，他要活到现在会怎么样呢？我觉得他也好不了。为什么？你看看鲁迅啊，鲁迅第一精日，他天天啊，他是在日本留过学，还吃日本的这个寿司，穿日本的和服。你看鲁迅好几个这个照片里头就是穿和服嘛。他弟弟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那这都是罪过，对不对？第二，他反中医，他认为中医啊一无是处，是吧？那你想想，你跟现在伟大领袖的这个认知就不一样了，对吧？第三呢，鲁迅呢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中国必须要打破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才能重新获得新生。他甚至曾经说过，什么汉字不灭，中华文明就不可能重生。你想想，我们现在要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呢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那这不是比那些现在的公知还要极端吗？所以鲁迅要是活到今天，我看他没什么好。你看那学生上街游行，他还写文章纪念刘和珍君，他去过现场吗？他没去过吗？他怎么看见流血了？是吧？就算流血了，打了学生了，那也是学生也寻衅滋事啊。他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而且他一开始还不是大学老师，是政府的公务员，这是吃饭砸锅的典型代表。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历史的逻辑就是什么？当年中国共产党，他是用一个革命者的叙事逻辑啊，来完成的自我的形象的更新，获得了政权。但现如今，当他从革命者的叙事逻辑变成一个正常的执政逻辑的时候，他过去所有的那些文学作品，包括他意识形态里的武器，全都变成了负资产。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拿着当时他们在教材里教导这些年轻人的这个课文，来再跟他们对话。骆驼祥子是吧？不够努力，陈胜吴广不能脚踏实地。你们说的是这个意思吧？你们当年不是在教材里天天跟我们讲陈胜吴广里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吗？但是你现在反过头来，你又说他们不够努力，不够脚踏实地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客观来讲，我个人觉得，随着这个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那么必定会有一部分年轻人他受了高等教育之后也要从事蓝领的工作，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不仅仅是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这里头又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不是公平的问题？就像这个视频里头讲的，有些人他可能受了高等教育，他也注定只能从事最卑微的这个体力劳动，而有些人他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是出身，他就可以躺赢。那么这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逻辑，让人觉得其实从事蓝领工作并不是由于这样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的，而是还是因为身份决定的。因为你不姓赵，所以你读了书，你还是骆驼祥子。你过去你以为你不读书是骆驼祥子，读了书是孔乙己。我现在告诉你，你读了书，你还是骆驼祥子。为什么？因为你不姓赵。第二点，我觉得让那些读过书的人去从事蓝领工作也没问题，但最重要的一点，这个社会本身要给这些蓝领的工作者一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本日本其实有大量的怎么说呢，小作坊。这些小作坊呢，其实就是普通的劳动者，那一家一户开一个小门店做一点外卖做一点这种商品一辈子就是这样。日本社会里头这样的人其实并没有受歧视，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是受尊重。而社会保障制度呢，也保障了这个社会中间最基本的劳动者跟这个社会上那些成功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是特别大。但是在中国的今天，你就可以看一下，一方面这些底层的蓝领工作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实在是太弱了，他们就成了竞争中间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旦来了疫情，谁管你这些送外卖的人呢？并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这些蓝领的人可以愿意从事这个工作。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社会里也充满了对这些普通劳动者的不尊重。他就是认为从事这种普通劳动者这个工作比较卑贱。所有意识形态里宣传对普通劳动者的宣传全是假的。第三，更重要的一点，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确实是越来越大。就我在自己在日本生活的感受是，就是这个社会总体而言，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没那么高。有钱人是有钱，但是没那么有钱。然后呢，普通的劳动者他可能确实没那么多钱，但是他也没有那么穷，就是社会的基准线比较高。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你花钱搞不定的因素，并不是说你有了钱你就可以搞定一切。所以许多人他也就宁愿选择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但在中国行吗？但在中国，你如果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从事的是蓝领的工作，就是社会最底层，你真要遇到社会灾难，肯定首先被淘汰。这就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嘛。所以大家都拼命的往上爬嘛，拼命的去赚钱嘛。在这种背景下，你官媒宣传你想让大家都去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他愿意吗？显然不愿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触动了大家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情绪。这首歌你可以封但是封有什么用？B 站之间一夜出现了好几个其他版本，什么阳光开朗大泽乡，阳光开朗孟姜女。是当年你们说孟姜女不是被秦始皇这个迫害的吗？结果现在他们也说阳光开朗孟姜女了，阳光开朗大泽乡了，是吧？就是用共产党的逻辑来嘲讽现在共产党的这种说教体系。这鬼山哥被封杀之后挺惨的，我看他在知乎上发了一个帖子，他说他最近他妈生病了，而他自己又花光了在上海期间所有的钱，他也不知道他还可以怎么办，因为现在鬼畜音乐也是他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一开始呢把他封了15天，现在呢据说是全网封杀了，那等于要把他逼上绝路。我在想这个社会中间真的要让普通人能够从事一个蓝领的工作，你得首先给他生活的希望嘛。现在面对一个人像一个鲁迅当年写《呐喊》一样的人，只不过把这个底层社会中间对这个社会不满的情绪，他们真实的遭遇写出来，都遭遇到这种被全网封杀的命运，你还能指望他们去安心做一个蓝领工作吗？
你还能指望他安心的脱下自己的长衫去从事那些普通的劳动吗？那不是人，那是矿。如果他们是人的话，他们就会有自己的认知，他就会有自己的尊严，他就会有自己的理解，他就会有自己的愤怒，就会有自己的不满。这些不满和愤怒啊，可以被压制下去，但是啊，它不会被消灭。当这些不满和愤怒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啊，终有一天它会喷薄而出。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知道这孔乙己脱下长衫之后是会变成祥子，还是会变成陈胜和吴广。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一天会想头就问大钱，我说这知乎这也惹来嘲笑，不知不觉涨红了脸，你怎么这样？我的清白和口就与他们继续争辩。骆驼祥子之所以死，是因为他拉扯不够努力。陆逊的每一篇文章都碰了不能碰的话题。陈胜吴广的日子不甜，是因为不能脚踏实地。最后时刻满目光一将我问我到底算个什么东西？我看看长衫说我是阳光开朗孔乙己，阳光开朗孔乙己，他哪里出的问题？只问我服不服气？阳光开朗孔乙己，阳光开朗孔乙己，劳动力掉进河里，我也不便宜卖你。阳光开朗孔乙己，阳光开朗孔乙己，你开着兰博基尼，却笑我不够努力。阳光开朗孔乙己，阳光开朗孔乙己，这腐朽的旧社会和我有几把关系。虽然我每天都洗脸，但口袋比脸还干净，我只好穿着长衫踢馆老爷，超时忙个不停。本以为工作很清闲，不曾想却是996赶完后。